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额头照夫镜克夫吗？真人面相案例。一、额头发亮克夫。这里说的额头发亮肯定是不化妆的素颜状态。额头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和进取心。在面相中，女人额头发亮又叫做照夫镜。照夫镜就是照老公的运势。这种女人大多都非常的自我，也比较的自大，做事时都是只考虑自己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这种女人心气比较高，人也比较的聪明，工作能力还是很不错的，不喜欢拘于形式的东西。这种女人不喜欢按常理出牌，比较克丈夫的事业。二、嘴巴太小主饥寒。嘴巴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欲和对外界世界的态度。如果一个女人嘴巴比较小，双唇比较薄，并且嘴唇容易干裂或者惨白无血色，或者唇色发黑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观念比较从陈旧，性格偏内敛，对待人和事都比较的挑剔，也没什么企图心，属于那种比较的安于现状的类型。对待金钱比较的吝啬和小气，喜欢与人计较，唇色发干、发白或发暗，大多都是由于血气弱、肾气不足所致，在身体健康方面比较差，容易生病。三、耳朵太小主寿短。耳朵为肾的外窍，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健康，还代表了一个人的处事态度。耳朵小的女人大多性格上都比较的谨慎，做事小心翼翼，神经也比较的敏感，总喜欢对号入座，感觉别人在背后说他坏话。工作细心小心，但是缺少魄力和冲劲。耳垂代表了人的福气，耳垂单薄而小代表福薄。耳朵小的女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方面欠佳，免疫力和抵抗力比较弱，容易积劳成疾，为短寿之相。四、额窄面太小不得父母之力。额头为天庭，额头发际线两侧的额角为父母宫。额头代表了人的先天运势和智慧。如果女人额头比较窄小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缺乏大智慧，目光也比较的短浅。先天运势不好，从小成长的环境比较差，祖业凋敝，家庭和父母能够给予的帮助比较少，天生的劳碌命，一辈子奔波，难有大成就。六、招风耳，容易招人嫉妒。招风耳的特点就是耳骨外凸，让整个耳朵形成一种向外支开的样子。招风耳的女人一般性格方面的都比较的开朗外向，对待生活和工作比较的积极，有着很强的意志力，并且头脑比较的敏捷，做事比较的麻利，但是容易被人误会成爱出风头，所以容易遭人嫉妒。很多时候也容易自以为是，年轻时候还不显，年老时容易贫穷，一生难聚财。七、骨架粗犷，骨头等于硬。骨头架子偏大的女人命硬待克，一般人 hold 不住。这种女人偏阳性，骨子里没有女人的阴柔之气，而女子天性属阴，一旦阴阳相反，则克夫难免了。除了你比她粗壮，否则不娶为上。八、上身胖下身瘦，上半身丰满下半身却偏瘦的女人，在民间说法中叫主格局见下，总体说来也不好，一般家运不佳。上胖下瘦代表享受力很好，而下身短小腿细的则坐不稳江山，有财无命的面相。九、声音过粗或过尖锐。女子的声音也是一个评判标准，很多人也会看重另一半的声音，过粗或过尖的声音也有克夫的说法。声音粗俗的女人是标准的克夫相，何知其人三座驾，凤毛额上角，女作丈夫声。因此女人声音过粗或太尖皆主刑房夫婿之命，不娶为上。10. 无臀，扁平臀不仅影响形态美观，
在面相中也有克夫的说法。丰乳肥臀的女人向来是好生养的象征，女人无臀为见骨之命主不学好，不实际，老孕孤苦，不娶为妙。俗语称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好女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未婚的男人如果希望能出人头地鹤立鸡群的话，慎选配偶。并且最重要的是，选对象千万不要拿色相美的角度来做标准，亦不能跟着流行的脚步而选个花瓶，太瘦弱的它是只能观赏而无法食用的。再看看现今那些有头有脸的上流贵人及商场富翁们，每每结成他们诗才吊冠的绯闻女主角们，在面相上都是存在问题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还不清楚，可以看看以下案例。一额头高亮反光，让人想到赵夫镜，其实大可不必，只能说明女主聪明有能力，眼光长远。但是额头太高的女人，聪是聪明，常常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实践动手能力稍弱。眉眼之间有股坚毅的神色，眉长过目，稍带剑眉，这也是坚毅神色的关键。双颧骨比较宽，都在给鼻骨让路，就希望鼻子长得有气势。可惜鼻子辜负了颧骨的期望，长得比较娇小，叫孩童鼻。鼻颧不相配，或者说是面大鼻小。面大鼻小的人莫问财，所以说财运一般，靠自己辛苦努力。唇松不紧闭，牙齿露缝隙，易犯口舌是非。下巴短浅，晚年易为子女操劳。二，男人金星秋要饱满，代表精力充沛，身体素质好，运势根基不错。手指偏细，但不露缝隙，粗中有细，量入为出，知进退。个性偏传统保守，这点从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可以看出。不过生命线初期所恋重，早年家庭环境一般，学业受限，起点不高。出社会比较早，其实从脑线来看是个聪明人，也有能力，也想挣脱原生家庭的困境，早点独立。其实抛开早期的锁链，是个川字长。不过进入社会靠自己摸索，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事业线初期杂文，断开后中期又断断续续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感情线锁链，桃花旺，异性缘不错，只是婚姻有点好事多磨，后期感情线干净，婚姻稳定幸福。三，耳轮耳廓凸，8岁左右有个病痛经历，也代表儿时比较叛逆，福运一般。男人额头最好不要用刘海挡住，挡住额头也当掉了自信和人缘，进入社会闯荡，最好是要把额头露出来。眼睛是典型的3白眼，下面露白，上眼皮把黑眼珠遮挡，不但没有神采，还露凶光。为人做事有骨子很劲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容易走极端，贵人和姻缘都会被吓跑。加上眉毛本身偏短，难复目，很压制挡着眼之凶光。眉头带剑，个性急躁，欲速不达。山根凹陷，也说明在姻缘上并不顺利。鼻梁起，但偏削薄，中年难起运，加上鼻孔漏，散财之事常有发生。嘴唇厚，也不善言辞，和人相处却圆滑和技巧，一生口角是非。三，死也别娶10种最克夫女人面相。至此再次劝您，选对象要特别注意他们的长相特征。一个面相旺夫的女人肯定能让男人家庭和睦，事业幸福。一，鼻子上有疤有纹的女人不能娶，鼻子代表女人的丈夫。正所谓扁鼻姑娘婆婆相，就是很好的古代命理对于女人婚姻的描述。如果女人的鼻梁上有疤痕，代表与丈夫的感情会出现分歧，两个人的性格会格格不入，运用难以家庭和谐。女人的鼻子上面有疤有纹的话，她会让男人破财，有疤有痕的轻则让先生事业失败，重则危害全家。
这是因为女人的鼻子是全家的福源，所以有个好鼻子对女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所谓的疤痕，就是我们的鼻梁上面或者鼻翼上面的都算。2. 额头太高的女人不能娶，额头代表丈夫的前景，女人额头如果太高的，这样的女人性格死犟到底，而且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有错，死性顽固到底。如果额头再方而且大的女人，那么就野心很重，家里丈夫难以束缚，此种女人，这也叫照夫镜。额头太高太宽阔的女人企图心大，总是想做一把手，而且额头越宽阔，野心越大，除非男人的额头胜过她或甘于受她领导，否则她不能娶。三全面女人，全面很高很大，鼻子又挺的女人不能娶。三全面就是2个颧骨再加上额头，这3个颧都是很大、很高、很有力，又加上鼻子很挺的话，这就是女强人的长相。在一般的面相学里面，这种女人自己若是没有事情做，她就会去管老公的事业。大家看到那种女悍妇去到老公的公司骂公司里面的人，骂老公的部下的连续剧吧，这种人绝对做得出来。她甚至能够去骂老公的朋友，没有一个好人缘的话，男人大家讲讲，脸上有此特征，命中注定带福。正所谓面中带贵，命中带福。一个人的面相特征中，若是长有明显的贵相特征时，便说明他们拥有非常出色的贵人运。这类人即使自身没有特别好的才能以及出色的事业运，也依然可以凭借贵人的相助，在工作中收获成功，获得丰厚的财富回报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面相天生无福，缺少贵人运，即使再怎么努力，也无法拥有好的贵人运。今天小酱汁来和各位酱友们分享，看看你有没有贵人运吧。1. 贵人运旺的面相。1. 印堂外形出色。去判断一个人的事业运、财运以及贵人运特点时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印堂，也就是命宫。位于双眉之间山根上方的印堂，可以说是命主整体运势好坏的一种表现。印堂又被称之为命宫、命门，其外形特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福运变化。面相学中所说的印堂发黑、印堂有紫气冒出，都是一个人运势好坏的表现。所以当命主的印堂外形非常好，整体平坦光滑，肤色红润且富有光泽，没有任何皱纹、疤痕以及痣的存在时，便足以体现出他们的贵人运非常的好。这类人不仅在工作上容易结交贵人，生活当中也能够遇到很多可以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朋友，交际能力和眼光都非常出色。2. 眉毛尾部聚而不散。眉毛虽然在五官中没有实际的作用，但是在面相学中却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好坏。眉毛外形出色，说明命主的性格很好，在工作、生活以及交际方面都有好运加持。相反，若是眉毛外形糟糕、发质枯黄的话，则说明他们经常所欲非殊，很难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获得好处与利益。好的眉毛应该是发质顺滑、黑亮，且外形有着明显的弧度。最重要的是，眉毛尾部必须要顺畅，且没有任何散乱、逆行的情况出现。拥有这种眉毛的人，往往性格温和，待人亲切，在待人处事方面有原则、有计划，很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，自然不会缺少好的贵人运。3. 鼻梁挺拔，笔直，无起结。虽然鼻子在面相学中被视为是个人的财帛宫，是命主财运好坏的一种象征，但面相学中认为，一个人的鼻子若是长得好，说明他们在交际方面也有着极佳的运势，不仅容易结交贵人，也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。因为鼻子是整个面部中最高的部分，且处于正中央位置，而一旦鼻子外形糟糕，就会影响整个面容，让人看起来缺乏美感。鼻子端正、鼻梁高且顺直的面容看起来立体感十足，
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自然更容易被他人所接受，符合他人的审美观念。且笔直的鼻梁也体现出了命主事业运的顺畅，工作顺利，不会遭遇意外。他们在工作中是很容易遇到贵人的。4. 人中外形深长。人中也是一个人面部中可以展现出贵人运好坏的特征之一。要知道，人中主要的象征含义是命主的健康以及寿命。人中外形深长，说明其人健康状况良好，有着旺盛的活力和精力，且心态端正，意志力出色。这类人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保持好的状态，很容易在事业以及生活中获得成功与幸福。他们在平日生活中工作上的交际能力也不会很差，且非常善于融入到集体当中，不会让自己显得非常不合群。此外，面相学中还认为，人中外形好的人性格沉稳，颇具谋略，懂得如何改变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他们不仅人缘好，而且可以主动与贵人保持好的关系。5. 耳高如提的人。耳高如提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耳朵会比较高，像是让人用手被提着一样。古话常说，耳高如提的人容易少年成名。这种人他从小都非常的聪明，做事情也比较专注，学习能力很强，善于听别人的意见，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，非常懂得尊重别人，而且很有包容心，特别懂得为别人着想，身边的贵人不断，他自己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，非常有富贵命。6. 耳白如玉的人。如果说一个人的耳朵轮廓特别分明，而且颜色很白润的话，这种人与别人交往的时候都是以诚相待的，不会欺骗人，行事光明磊落，非常有大将风范。这种人他命中也不缺乏贵人，并且命中会有享不完的富贵荣华。2. 难有贵人运的面相。1. 三角眼。这可以说是眼睛面相特征中最糟糕的外形之一了。所谓三角眼，就是指眼睛的整体外形看起来如同三角一般，棱角分明，不够圆润，外形线条缺乏弧度，使得整个眼睛目露凶光，给人一种心机歹毒的感觉。要知道，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，一旦其外形糟糕，眼神不佳的话，便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。而且长有三角眼，无论是内三角还是外三角，亦或者是下三角的人，他们的内心想法较之常人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。其人往往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，凡事总是会率先考虑自己，习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。这类人心机多且疑心病较重，根本无法信任他人，自然也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可。2. 山根上有横纹。双眼之间的鼻根部位就是山根，这一位置可以说是整个鼻子上最低的部位。有些人的山根甚至内凹明显，导致其人的双眼看起来缺乏立体感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山根代表命主的健康以及人际关系，因为山根正好处于双眼之间，而眼睛又与其人的交际能力有关。所以说，山根外形糟糕，预示着他们缺乏贵人运以及良好的人缘。例如，山根上长有横纹就是如此。山根有横纹，代表了他们心中存在枷锁，不容易信任他人，缺乏主动与他人交流的想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类人做事缺少底线，无法做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他们想要获得好的贵人运是非常困难的。3. 嘴角下垂，面无微笑。下垂的嘴角会让其人看起来无时无刻充满着怒火，整个人的面容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严肃，缺乏温柔。这类人不仅平日里很少微笑，而且在交际方面也缺少温和的气质，很难拉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很显然，他们想要在工作、生活中获得好的贵人运是非常困难的。即便他们自身没有害人之心，也无法轻易获得他人的认可。想要改变这种局面，必须要从自己的气质上着手。4. 下巴尖削无肉。
下巴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、储蓄能力，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自身的能力强弱。如果男人的下巴尖削无肉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非常的小气和自私，凡事只顾着自己，不懂得为别人着想，对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小气和抠门，喜欢胡思乱想，做事不踏实，也没有什么上进心，非常的贪图享乐，而且也不注重亲情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贵人运比较差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，赚钱非常的困难，一生无权无势，注定受穷的命。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展现出他们在工作、生活以及交际方面具有运势的特点。好的面相确实会让人工作顺利，爱情稳定，容易获得更为顺畅的生活。假如你的面相不是拥有贵人运，那也不要气馁。3分天注定，7分大家讲讲4种发财耳，大富大贵，万里挑一的好命人。人的一生起起落落，难免会经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，尤其财富方面若是不富足，就会严重降低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。不过霉运不会终生伴随，有的人前半生过得很辛苦，但后半生却非常幸福，财运会在中年之后到来。拥有这种人生经历的人，通常从面相上也能窥见出一二。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先穷后富、先苦后甜的面相都有哪些特征吧。1. 耳朵饱满厚实，耳朵在面相中代表了福气，耳朵长得好，自然是福气大，而我们常说的耳大有福就是这个道理。而耳朵饱满厚实的人，虽然在早年生活有着一些的不顺利，可能会吃的一些的苦，但这些都能为以后的生活所打好的基础。到了中年之时，运势开始上升，一点点的开始获得财富。到了晚年，有着很多的积蓄，不会为了金钱而发愁，安享晚年生活。2. 鼻子高挺，鼻子在面相中被称为是财帛宫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，同时照应肝胆，可以侧面的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。而鼻子高挺的人在早年之时为人非常的傲气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所以经常会得罪人，生活也是十分的辛苦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性格开始改变，处事业变得圆滑起来，所以事业开始蒸蒸日上，所以到了晚年能够积累一大笔的财富。3. 颧骨高耸，颧骨在面相中被称为是权力之骨，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权力以及欲望等，且位于面相的中庭，主要体现一个人40、50的运势状况。而颧骨高耸的人虽然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能力，但行事太过的霸道，且因为年龄的原因，所以很难的得到晋升的机会。但到了中年之时，运势开始增长，所以能够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不再为金钱而发愁了。4. 下巴圆润，下巴在面相中主位于下庭，主晚年的运势，同时主承载一个人的事业以及仕途方面的运势。而下巴圆润的人承载能力强，在各个方面的运势都是十分的不错的。但若是只看下巴的话，这个人在年轻时的运势不是很好，不仅是没有什么钱财，还是长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日子过得辛苦。再到了中年之后，运势开始上升，获得财富，还有着儿女在身旁照顾。5. 双下巴，虽然双下巴很影响一个人的颜值，但不可否认，它还预示着一个人的运势。而且一个人到了晚年之后，有双下巴的人还可以把这个人的运势全都给表现出来。拥有双下巴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自己的作息非常规律，而且也养成了比较高的心理素质。只是这种人有一点的自恋，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他们到了晚年将会衣食无忧，这是好面相的表现。即使早年生活不易，但是中年后总会飞黄腾达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双下巴很丑。6. 鼻子饱满，
鼻子在面相学里面还是招财的一个重要位置。假如一个人的鼻子非常饱满，还很光滑，则说明这种人的财运非常好。而且很多的富豪鼻子都是饱满的，并且这种人的事业也会一天比一天好。他们的为人也很好，待人宽容温和，心胸广阔，在生活里面不会争抢什么。因为你很温柔，你还会把自己的财富分享给家人，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并且做生意也会越做越大，越做越红火。这种人一辈子不缺钱，他们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，即使是白手起家都可以。假如是女子有这种鼻子，还会嫁给一个好人家，日子也会好不甜蜜。7. 额头宽阔。额头在相学当中占据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，看一个人的命运凶吉，主要就看额头是否宽阔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宽阔，并且红润光亮的话，说明财运比较好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早年时期会过得比较辛苦，因为父母和家人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需要自己去努力争取。但是到了中晚年时期，自身能力会越来越强，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理想的生活。尤其在金钱方面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再也不用为物质所困，日子过得非常顺心。所以如果眼下过得不是很好的话，不要气馁，只要保持初心，将来的生活就会得偿所愿。8. 额头有川字纹。额头有川字纹的人，大多早年生活经历是非常坎坷的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，无人给予帮助与扶持，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，工作和生活表现的都不是很如意。不过这种类型的人大多性格坚韧，非常努力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。拥有川字纹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慢慢地接近自己的理想，最终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。这种面相的人很有责任心与担当，能够做好本职工作，不给别人制造麻烦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与人脉。9. 山根有起节。山根有起节的人先穷后富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。这种类型的人大多在早年时期由于性格急躁，做事没有耐心，常常会遇到一些阻碍和挫折。但是这些困难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更好的认知，在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，会逐渐变得成熟稳重，做事也更加有耐心，从本质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鼻梁有起节的人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个人能力会越来越出众，并且做事也能够持之以恒，不再轻易放弃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，所以各方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，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将会收获非常丰厚的产业，晚年生活会很安逸。10. 眉毛粗厚。可能对于女性来说，眉毛粗厚并不常见，但是对于男性来说，天生眉毛比较粗的人非常的多。从面相学上分析，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，眉毛比较粗厚的人通常都是先穷后富的面相。可能早年的时候身世比较的坎坷，白手发家比较的困难，但是晚年一定能够富甲一方。11. 眉目清晰有眉峰的人。一个人要是眉目清晰有眉峰的，说明了这个人相当有气势，能力很强的，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让自己获得成功，经过努力会让自己有很好的发展，做事相当有魄力的，真的能让自己把握每一个机会。其实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穷的，难以让自己有好的生活，甚至经常都会被别人瞧不起，但也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放弃，相信自己日后能过上很富贵的生活，所以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努力，不愿意被别人瞧不起。12. 嘴角上扬的人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嘴角上扬的人相当自信，对自己各个方面都是很有自信心的，而且也能展现出自己的才能。
其实这样的人就是白手起家的，在生活方面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能，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让周围的人都很重视，也能得到同事的认可，也能得到领导的信任，所以在工作方面特别厉害。这样的人性格很不错，也能守信用，对待身边的人很真诚，所以人脉越来越好，之后也能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晚年的生活更富裕。相由心生，在面相中，每个人的面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面相五官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，只不过这种变化非常微妙，彰显着你一生的运势好坏和当下运势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面相，也没有绝对差的面相，但是有最好的面相组合与最差的面相组合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